这个女人有好吃的大米她不吃，非要去换成难以下咽的玉米面。换成玉米面后她还很开心。食堂师傅推着推车来到江庆家门口，上面装着一个大袋子，沉甸甸的全是玉米面，120斤都在这儿了。江庆领着师傅把玉米面放到厨房，又让师傅把大米搬走。送走食堂师傅，江庆看看时间还能再躺一会儿，便美美的睡了。睡梦中他听到开门的声音，是傅少铎回来了。他一进门，江庆就起来领他进了厨房。你看这是什么？看到地上一大袋子的玉米面，傅少铎愣住了。哪来的玉米面？我拿大米换的，50斤大米，整整换了120斤玉米面，够咱们吃好久了。傅少铎不可置信地看向他，你用大米换了玉米面？是啊，天天吃大米太奢侈了，换成玉米面，咱俩可以一块吃。我之前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我想和你好好过日子，以后晚上你回家来吃饭吧。傅少铎望着他，又看了一眼地上的那一袋子玉米面。如果之前还有疑虑，那么现在他真的开始相信江庆是真心想挽回这段婚姻了。好，我晚上回来吃饭。太好了，不过我不知道玉米面要怎么做，你教我吧。傅少铎准备蒸馒头，江庆跟在一旁学，看着傅少铎熟练的揉面团，他都看傻了。这个男人怎么啥都会，连揉面蒸馒头都会，也不知道单单他一个人会，还是这个年代的男人都会。总的来说，其实原神眼光很不错，就是太能揍了。如果能安安心心的过日子，应该能生活的挺幸福。可惜自己早晚要离开，不然……系统的机械音突然响起，江庆很震惊。啥？你再说一遍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要在这个世界里待一辈子，直到死去为止，才能回去你原来的世界。我要待一辈子，那怎么也要几十年后再回到2028年，我家人还在吗？江庆急眼了。不必担心，你在这个世界做任务时，原本的世界时间是静止的，等你回去后才会继续正常运转。听到系统的解释，江庆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这样爸妈和妹妹不会因为他的失踪而伤心。江庆又有了一丝安慰。要待一辈子啊？他实在没想到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宿主勇敢追求幸福吧，反正你都要待到死。系统的机械音露出一丝幸灾乐祸。马德，好想骂狗系统。系统声音消失，没再说话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傅少铎的声音惊醒了在发呆的江庆，他赶忙回过神。没事啊，我在想你刚才的步骤。好吧。总厂那边都有什么呀？我听春萍姐说，那边条件比咱们这儿好多了。是大一些，总厂有礼堂、小卖部，还有图书室、运动场，另外厂部也在那边。还有图书室啊？是能借书的那种图书室吗？可以借书的，里面有不少书。太好了，有时间你带我去借书吧。江庆发自内心的高兴，没想到这么贫瘠的地方还有图书室，晚上没啥娱乐活动，刚好可以看书打发时间。要不这周日你早点起来，和我一块去总厂。行啊，我肯定能起来。两人约定好周日去总厂借书，想到自己很快有书看，江庆很开心。晚上吃完饭，傅少铎照常离开，回到单身宿舍。我说傅少铎同志，你每天这么来来回回的不累吗？干脆你就搬回去住得了，那是你家，你媳妇怕个屁呀！我不想让他后悔，还是给他时间好好想清楚。周东阳很无语，服了你，平时多厉害的一个人，被个女人拿捏住。你看我和我相好的，还不都是我说了算？你们是谈恋爱，你对象肯让着你，你也别太过分。周东阳一点没听进去，引开了话题。正好有个事，我相好的说徐老师周一要过来找你，你见不见啊？不见。你让你相好的告诉徐老师，以后别再来找我了，要是被人看到，对我们两个影响都不好。其实徐老师人挺好，长得不错，性格又温柔，比你家那位不知好多少。傅少铎非常的严肃。他好不好的和我没关系，不论我和江庆怎样，我也是结过婚的人，不会再接触其他女人。周东阳见他脸色很不好，就没再多说什么。不见就不见，以后可别后悔。星期四上午，江庆终于完成系统发布的成长任务，产完1亩地。在任务完成的那一刻，江庆激动的差点哭出来，可是等了半天也没等到任务奖励。咋回事？奖励呢？江庆想起任务要求，这才发现还少了一点。傅少铎的表扬，江庆忍啊忍，总算忍到中午下工，他火速跑去找傅少铎。傅少铎还没下班，江庆直接冲了进去。你知道我不到4天时间产了多少地吗？1亩地呢。江庆特别骄傲。傅少铎顿时觉得心里有些地方软了下去。其实早有人和他说过江庆干活的事，大夸特夸了一顿。傅少铎还没来得及表扬他，他先找了过来。你做得非常好，以后再接再厉。他话音刚落，哗哗哗的声音响彻江庆脑海。等江庆再一看，空间里已经堆满了面粉，数了数总共有100袋。下一秒，100袋面粉缩小成巴掌大小，堆在地上，瞬间不占地方了。这是为了方便储存，等你把面粉从空间里拿出来，就会恢复成正常大小。这可不错，系统想的还挺周到。江庆对狗系统的感官立马好了不少。可惜这么多的面粉，我也不敢拿出来吃，找个时间去黑市卖了吧，能卖不少钱，多揣点钱在身上，心里也有底。原来完成成长任务有这么丰厚的奖励，江庆顿时心痒痒，恨不得系统快点发布下一个任务。
成长任务：为傅少铎裁剪上衣1件，衣服大小合身，并让傅少铎满意，限时1个月，奖励待定。说来就来，还真发布任务了。产地任务完成后，居然奖励了100袋面粉。这个女人没想到会有这么丰厚的奖励，迫不及待想做下一个任务。这时系统音响了起来。成长任务：为傅少铎裁剪上衣1件，衣服大小合身，并让傅少铎满意，限时1个月，奖励待定。说来就来，还真发布任务了。只不过这个任务也太难了吧，裁剪什么的我完全不会啊。江庆回到家很是郁闷，在他那个年代，衣服都是买现成的，除非专门学这个的，不然没人会裁剪。他会最简单的缝扣子，其他的太难为他了。再说，就算他会做衣服，也没有布料啊。哎，等等，原身好像留下布票了。江庆赶紧去翻找，果然找到1沓布票。傅少铎见江庆不说话，只是神情紧张的翻找，最后拿出1沓布票后开心的乐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为什么突然找布票？打算买布做衣服吗？也是，结婚以后你都没做过衣服，这回多做几件，夏天的秋天的都做出来。要是布票不够，我再去借几张。江庆有点心虚，我还不怎么会，先做1件练练手，等熟练了再说。从原身的信息里看，原身是会做衣服的。这个年代会做衣服是广大女性必备技能。江庆不知道自己这么说，傅少铎会不会发现不对劲？他看过去，见傅少铎表情没有什么变化，他才放下心。下午，江庆特意找到何春平，和他说了自己想学裁剪，给傅少铎做衣服的事。我以前在家都是我妈和嫂子们做，我不大会，可是现在自己过日子，总得学会才行。我想着给傅少铎做1件，夏天天气热，多件换洗衣服总是好的。你要给小傅做衣服，这是好事啊，没问题。晚上你去我家找我，不过得等2孩子睡着，差不多8点吧。两人说着话，吴丹走过来。江庆，你要学做衣服吗？干脆你来我家，我教你。春萍姐还得忙活孩子，我就没关系了，我家没孩子，晚上时间一大把。那也行，小吴做衣服做得比我还好，手特别巧，跟他学准没错。行啊，那就麻烦吴丹了。那我今晚就过去吧，咱们先找些碎布块练手可以吗？行啊，咱们就先用碎布头练，要是用好布被你剪坏就太可惜了。好，那咱们说定了，晚上我吃完饭就过去。好的。晚上江庆赶忙去了吴丹家，吴丹把老公撵出去遛弯，他和江庆2个在家开始学裁剪。江庆看得眼花缭乱，觉得裁剪也挺有意思的，他认真的学，甚至还拿了一个本记下重要步骤。吴丹看他那认真的样子，忍不住笑。多看2遍就会了，你还记下来，也太认真了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在上课。你本来就在上课啊，裁剪课，只不过学生只有我1个，是吧，吴老师？他逗得吴丹笑个不停，两人笑成一团。江庆很有悟性，跟着吴丹学了3个晚上，进步神速。两人说好下周1继续学。很快到了周日这天，傅少铎要带他去总场借书，江庆兴奋的一夜没睡好。图书室就在里面，咱们先借书。他跟在傅少铎身后进了楼里，红砖楼从外面看起来很朴素，里面倒是挺不错，干干净净的。在里面逛了2圈，怀里抱了一摞书。我要借这些。傅少铎把书接过来数了数，这里一共7本书，不过图书室规定每次只能借5本，你挑出来最想看的5本，剩下2本下次咱们再来借。那好吧。江庆正在认真的选书，这时走过来2个年轻姑娘，其中一个姑娘看到傅少铎时，眼睛里立马有了光彩，很是惊喜。傅少铎，你也来借书啊？说完看向江庆，这位是江，这是我媳妇江庆，我带她过来借几本书。在他说出媳妇2个字时，那姑娘表情很不好看。江庆看到这一幕，开始八卦，这是哪一出大戏？不给我介绍一下？这2位都是农场小学的老师，这是几静，也是周东阳的女朋友，这是许知秋。姓许，还是个老师，他就是别人口中的许老师。没想到今天这么巧，竟然遇到了。我们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江庆还故意抬手挽住傅少铎的胳膊，亲热的挨着他往外走。看着两人亲热的挨在一起走出屋子，许知秋伤心的快要掉下眼泪。知秋，你别这样，咱们农场又不是只有傅少铎一个男人，他都有媳妇了，别再惦记他了。你知道我的，当年新兵入伍，第一眼见到少铎我就喜欢上了他，他是我这辈子第一个喜欢的人。如果江庆是个很好的人，也许我就放弃了，可那个女人什么样，全农场的人都知道，她根本配不上少铎。那又如何？人家现在是2口子，而且刚才他们那个亲热劲，你也看到了，人家现在关系好着呢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关系好？那女人之前闹出来的事，你不是也看见了吗？就因为她，少铎本来可以调去哈市都泡了汤，他不可能和她关系好。知秋，你别忘了周东阳捎过来的口信，傅少铎不让你去找他，也不会见你，已经很说明问题了，你何必一直这么热脸贴冷屁股？许知秋对付少铎的感情已经成为一种执念，可作为好友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继续执迷不悟。不许你这么说，不许你这么说，你在玷污我的感情。如果没有那个女人，傅少铎一定会接受我的，一定会的。江庆和傅少铎走在回去的路上，江庆板着脸，你和许知秋什么情况？没有情况，无论咱俩结婚前还是结婚后，
我和他都没有任何情况。那刚才是怎么回事？没看到许知秋见到你都快哭了。那是他的事情，我不清楚，也不关心。你是我媳妇，我在意的只有你的情绪。啥情况？怎么他几句话自己心跳都变快了？看着也不像是油嘴滑舌的男人，却这么会说话，也太会哄人了吧？这么会，是不是哄过别人啊？哼！江庆不知道自己是咋回事，刚刚舒服一点的心情又直线下滑，他沉闷的往前走，傅少铎跟在他身后，满心都是问号。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怎么又生气了？走吧，回家。晚上春萍姐和吴丹他们还要来家里吃饭，回去准备一下吧。